真的，妈妈下周就可以回来了。洋洋开心地叫喊着：妈妈，是不是就要过年了？过年，我想放烟花。咱们不能放烟花哦。海玲说道，想看烟花只能去你姨丈的老家那里，才能看到烟花。悠悠山庄山脚下有大草坪，可以放烟花，其他地方就不适宜放烟花了，怕发生火灾。市区是不允许放烟花炮竹的，农村就没有禁止。但他不可能带着儿子回海家过年，父母留下来的老房子，现在还给爷爷奶奶住着。是了，年前姐妹俩可能还得回一趟老家，再怎么不亲近，海老头夫妻俩也是他们的爷爷奶奶，给两位老人家送点年货过去，给一点钱他们过年，就这样的了。再多没有。那我们去姨丈的老家里看烟花。洋洋马上就决定，过年的时候去姨丈家里看烟花。龙婷说过年放烟花好玩，风尘山庄也有大草坪，放烟花完全可以。海玲宠溺地道：好。洋洋，你将手机给你小姨，妈妈和小姨说说话，你和龙婷出去玩。好，我去看小妹妹，妍妍妹妹好可爱啊，妈妈，我也很想有个妹妹。洋洋边将手机递给海童边叫喊着，他是真的很喜欢小妹妹，像妍妍妹妹那么可爱的，他特别喜欢。可惜妍妍妹妹是龙婷的妹妹，不是他的，他偶尔过来玩才能看到君妍。要是自己也有个妹妹，就不用羡慕龙婷了。海童笑道，说不定过上几年，你就梦想成真了，你妈妈不生妹妹，小姨都会生个小妹妹的。谁不想儿女双全？海童也想，他比谁都想儿女双全，打破战家的女人都生儿子的冷局呢。洋洋开心地跑了。海童听到他和龙婷说，龙婷，我小姨说过几年我妈就给我生小妹妹，我妈不生，我小姨都会给我生小妹妹，以后我也会有小妹妹的。龙婷已经有了妹妹，她说道，我有弟弟也有妹妹了，就是没有哥哥。家里的孩子当中，他是老大，就是和洋洋相比，两个人其实一般大。龙婷还挺想有个哥哥的。穆晴抱着女儿上楼，刚好听到龙婷的话，她想起龙婷的身世，龙婷倒是有哥哥，不过是堂哥，就是堂哥也没有存活，早在那起阴谋中死了。龙婷的父母、祖父母、叔伯姑姑等亲人全都被害死，仅有他一个人被保姆拼死护着逃出来。龙氏的令牌在龙庭这里，还有那个图腾被烙在龙庭的后背，没有这两样。就算仇人杀光了龙庭的家人，他们上位也只能是代理家主，无法真正成为龙氏的当家人。很多人事以及财产，代理家主都只能管理，无法真正占为己有。这就是害死龙庭的凶手，铁了心都要斩草除根的原因。一是不想自己像凤月那样苦心经营之后，最后还是为他人做嫁衣；二是象征家主身份的令牌及图腾必定在龙庭身上，他只有拿到了那两样，再杀了龙庭这个嫡系一脉唯一的根，那么他就能真正统领龙氏一族。妹妹，两个小家伙看到穆晴抱着君妍上楼，梁小芝叫喊着跑过去，妈妈，我要抱妹妹。龙庭仰脸伸出双手想抱君妍，穆晴弯腰将女儿递给龙庭，说道，抱稳你妹妹哦，她现在有点重量的了，也没有以前那般安静了。龙庭和洋洋是练武之人，虽说才几岁大，力气比普通孩子要大，穆晴才敢让他们抱一抱女儿。若是叶瑶的话，穆晴是不敢让梁小芝抱的，叶瑶太好动，大人抱着她都动来动去，若是哭闹时，有时候都抱不稳她。君妍是喜欢两个小哥哥，被小哥哥抱着，他会紧紧地抓住小哥哥的衣服或者手臂，生怕会摔着似的。大人们常说君妍鬼精，是真的很聪明。
妈妈，我知道。龙婷抱着宝贝妹妹和洋洋一起下楼去。保姆看到大少奶奶又将小小姐交给廷少抱着，赶紧跑到楼梯上，没有抢回军颜，但是亦步亦趋跟着，生怕龙婷抱不稳会摔着军颜。这女娃娃可是军家所有人的心头肉，碰一下一大家子都能心疼死。海童问姐姐：“姐，结束了是吧？”海玲嗯着，本来也不用那么紧张的，不过是造势，让凤月以为我们没有把握，给她一种她能将我们都一窝端的错觉。况且我们若不是那么多人过去，令凤月压力山大，她也不会铤而走险，就不会那么快结束。若是一直都是她在江城和凤家争斗着，怕是几年都不会有结果。他们也不想拖下去，当然是速战速决更好。都说不用担心的，我们都能应付。早早就商量了计策的，你怀着身孕，不想让你担心，所以一直都瞒着你，就是计划都没有告诉海童。在给凤月制造了压力山大时，海童也是提心吊胆的，生怕姐姐和丈夫等人会受伤出意外。海童这几天是真的担心吊胆。在战印和商无痕双双飞往江城时，他就开始揪紧了一颗心，以为会有一场恶战，像当年的兰家那样。还好都是计策，若不是结束后战印第一时间告诉他，让他放宽心，在洋洋打电话之前，他又和战印煲了很长时间的电话粥。他都不知道大家都赶去江城，原来是计划，是给凤月施加心理压力，逼得凤月想着与他们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的计划失败后再铤而走险，最终形成了凤月不死也会被逮捕的局面。因为凤月心犯了罪，她不死坐牢是跑不掉的。凤月自尊心强，她怎么着都是一家之主，坐在家主之位上几十年了，她的自尊心让她无法面对身败名裂，无法面对余生都要在牢里度过，所以她选择了自尽。死前还有最后一口气时，他终是对着夜空，像被他害死的。姐姐说了句对不起，可能在他临死前，他看到了他的姐姐妹妹来找他算账了。他艰难地说了那句话，是对他姐姐说，也是救赎自己的心灵。他终于可以解脱。海童嗯着，结束了就好，大家都没事就好。事情结束了，也算是了结一桩心事。海童问：“姐是下周就能回来？大姨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可能也是等到我放年假吧。钟爷爷想多待一段时间，怎么说他都在江城生活过几十年，江城可以说也是他的故乡。老人家年事已高，身体也不好，神医说过他顶多还能活2-3年，快的话也就是明年的事了。他这一次回了江城，离开后怕是再回来便是魂归故土。老先生也想过，死后他请求商太太将他的骨灰送回江城，希望能埋在凤家私人墓园旁边的那个墓园里，这样他就能够一直守护着他的家主了。战印和无痕应该是过2天就能回去了，两家在江城都是有生意的，他们顺便也视察一下这边的子公司或者酒店。海童笑，知道事情结束了，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着急了。对了，凤晴怎么样了？她还好吧？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，刚死了吗？能好到哪里去？凤月在读，那都是她的亲妈。凤月以为会有一场恶战，总怕伤及凤晴，几次3番的要送走凤晴。她对凤晴的感情倒是真的，亲生的母女感情不算很深，但也有感情。凤晴3观再正，在母亲以死谢罪后也会伤心难过。人死债消，她唯一希望的就是母亲死后，表姐一行人能够放下对她母亲的仇恨，若是还需要赎罪，就让她代替死去的母亲赎罪了。凤晴的亲爸被打中1枪，没有生命危险，现在还在住院，其他的没有人受伤。哦，
凤月的助理也是自尽的，追随凤月而去。不得不说，家主的助理是真的能做到。生是家主的人，死是家主的鬼。钟爷爷当年没有追随着他外婆而去，是知道外婆死于阴谋，想着要替外婆报仇，为了报仇才没有追随而去。活到现在，如今凤月一死，他们外婆的大仇就算是报了，凤氏家族应该也能回到他们这一支的手里。钟爷爷没有了精神寄托，就容易垮掉，这就是神医说钟爷爷寿命不长的主要原因。虽说钟爷爷近100岁的老人家了，但是刚重逢没多久，谁都舍不得这位慈祥的老人家，都希望他长命100岁哦，是长命120岁。等凤晴的情绪稳定了，我去他公司见见他。海玲说道，他和凤晴那是惺惺相惜，若没有上一代的仇怨夹在中间，他和凤晴肯定能处得很好。虽说凤晴是长辈，但他年纪比凤晴要大一点。海玲总觉得自己是姐姐一样。海童恩着，看看他大姨怎么说。大姨说年后再安排吧，现在快过年了，时间太赶，也不着急。反正凤月都死了，凤晴知道了真相，确实是他母亲害死大姨和小姨，才坐上家主之位的。他当初去见商太太时就说过，若是真如大家怀疑的那般，他不会接管凤氏家族，会将凤氏的一切交还到商太太这一支的手里。至于商太太要不要接管，还是让海玲这一代的年轻人上位，那是商太太的事了。凤晴不管，她只将不属于自己的还给表姐，是不用着急，先办了你和东明哥的好事再说。海玲忽然沉默，姐，怎么了？你还没有考虑好吗？不是说年前就和东明哥办手续，陆东明已经着手安排求婚的事了。考虑是考虑好了，就是真要去做的时候，还是有点担心的，不知道洋洋能不能接受。以后我经常待在江城，东明是否能够接受？想和说是一回事，真正做了又是一回事。我感觉我和东明也没有谈太久，都没有我和周红林谈的时间长。我和周红林谈了那么长时间，那么多年的感情，最后还……彤彤，我知道要相信东明。东明和周红林也不一样，就是离了一次婚，我就会忍不住多想一点。如果这一次与东明的婚姻无法长久的话，我想我是再也不相信婚姻，也不会再嫁得了。这一嫁，他都思前想后，也是陆东明太好，是洋洋如同亲生，他也是真的对东明动了心，才决定再嫁一次的。姐，顺着感觉走，其实结婚的时候，谁都认为夫妻俩能够过一辈子的，都认为在以后的生活中，不管遇到什么风雨，都能够携手度过。但还是有很多夫妻是大难临头了各自飞的，所以这种事谁也说不准。我觉得吧，珍惜当下是最好的。当然了，我们也是往前看，希望我们的另一半能够和我们白头到老。海童说道，就像我和战印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没想到过能够过一辈子。我们还不是走到了今天，一辈子还很长，我们以后也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风雨。不过我相信，只要我夫妻俩齐心协力的，天大的难题都能解决。相信我们能够白头到老的。你和东明哥经历的更多，你们会更加的珍惜对方，相信你们的感情。姐姐是对陆东明动了真感情，才会在临要结婚时患得患失的。若是不爱，她就不会胡思乱想，患得患失了。海玲笑，也是世姐想多了。东明和周红林不一样，他见过我最不堪的一面，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，不像周红林。他在周红林那里是从美丽变成胖女人、丑女人，在陆东明这里则是从胖女人、丑女人变回苗条的身材，恢复婚前的俏丽容颜。他最不堪的时候，陆东明都见过了，也没有嫌弃过他，对他还很好。
又怎么可能变心？彤彤，这些话你别跟战印说，免得他传到了东明那里去，让东明担心。海玲叮嘱妹妹：姐，我不会说的，这是姐妹俩的悄悄话。以前她和战印的感情陷入迷茫期时，姐姐开导她，给她分析，让她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如今轮到姐姐迷茫了，她就像姐姐以前开导她那样，开导姐姐不要胡思乱想。东明哥对洋洋的好，有眼的人都能看到，就是瞎子也能感受得到东明对洋洋的感情。这一点尤其不用担心的，陆东明绝对是个最好的继父，待洋洋如同亲生。洋洋现在对东明哥的感情也深，反而对他亲爸没那么亲热了。我知道，彤彤姐知道了，姐不会再胡思乱想。年前就和东明办了结婚手续，认识这么长时间，知根知底了。嫁他我不会后悔。海玲也就是一时迷茫，与妹妹聊过后，她就恢复过来，依旧是那个清醒理智的海玲。她和陆东明经历过长辈的反对，经历了陆东明车祸，陆家早就不反对，陆东明也在恢复中，就连陆东明将来可能上门，陆家都不反对。以后他们若是再生个闺女，闺女随他姓，陆家长辈也都接受。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好好珍惜他的第二春，迎接他余生的幸福便是。战印打过电话给你了吧？打过了，他什么都跟我说了。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知道你们不想让我担心，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，带着洋洋出来度假了。海彤说完后又有点自责的，就是觉得我很没用，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帮不上忙，还要你们费心为我安排。我听战印说凤月还想抓你当人质，要是我在场，他敢向我伸手，我绝对把他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。听战印说那些事的时候，海彤是又气愤又后怕，气愤凤月死到临头了，还想拉上他姐陪葬，后怕的是万一他姐没有被拉开，真落入凤月的手里，他姐就算不死也会脱层皮。还好程玲玲救了他姐，程玲玲过去之前跟他说过，不用担心的，那么多人都在，一定能保护好他的姐姐的。等程玲玲回来，他要当面向程玲玲道谢。若是姐姐出了意外，海彤他一辈子都不会再幸福，也无法再开心起来。他和战印之间多少也会有点隔阂，因为战印瞒骗了他。海玲笑，哪里用得着你出手？我们早早就挖好了坑，等着凤月上当的了。彤彤，现在尘埃落定了，你可以放心，不要再东想西想的影响你的睡眠。平时也要吃好喝好，你是双身人，可别饿着我的外甥了。那是姐第一个外甥呢，你有多宝贝洋洋，姐就有多宝贝你肚里那个。海彤也笑，姐，我饿着谁都不会饿着肚里的宝宝的，就算他不吃，胎儿也会先吸收他身体的营养，他又不可能一直不吃，在君家住着。穆晴吩咐厨房里天天都给他炖补汤，生怕他在这里瘦了。战印回来不好向战印交代，让海彤感动又哭笑不得。到时候回去再聊，姐先工作，下午去一趟凤氏集团。凤晴今天应该会回公司的了。从凤月死的那天开始，他们离开凤家大宅后就再也没有过去。今年也没有几天了，还有太多事情要处理。海玲就算真的接管凤氏集团，也不会太快搬进凤家大宅去住。平时她都是回到丰泽大酒店住着，偶尔会在公司里住，计划在江城再买套房子。这样东明和洋洋过来了，有地方落脚，不用去住酒店。以后搬入凤家大宅了再说吧。姐妹俩结束了通话，海彤心情愉悦，收好手机打算下楼去。转身见到穆晴，她笑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好一会儿，见你和你姐通电话就没有出声。都没事了吧？
穆晴其实也在当天晚上就知道了结局，他亲兄嫂都在场呢，也没有帮上什么忙，就是凑了一回热闹，给商太太他们壮大一下队伍而已。兰征夫妻俩过去本来也是看戏的，还有就是费先生等人在江城，许素素想见见自己的师傅。现在神偷早就跟着兰征夫妻俩回了望城，银狐等人也跟着过去，蒙宝则是回杜家。他在外面跑了这么长时间，再不回家帮帮忙，会被家里长辈骂死。至于他和战一阳的事，不着急。现在战一阳都不知道他就是狐狸，狐狸就是杜雨萌。虽说战一阳有点怀疑蒙宝是狐狸，不是没有证据吗？该急的人是战一阳，又不是他。他以杜雨萌的身份想和战一阳结百年之好时，战一阳拒绝了他，说不爱他，哪怕他是他奶奶给他挑好的妻子人选，他依旧拒绝。他又不是没有男人可以嫁了，干嘛非要战一阳？杜雨萌还决定趁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有空，家里长辈给他安排的相亲，他就去和那些精英见见面，吃饭。既是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没有必要在战一阳那棵树上吊死。多少人猜到了，话里话外劝着战一阳，战一阳愣是不上道，怨不得他。海童恩着，龙婷和洋洋下楼去了，妍妍呢，没有跟着你。那小丫头只要妈妈在家，就喜欢黏着妈妈，平时不爱哭，若是看到妈妈不抱她，她还是会哭2声的。被他2个哥哥抱下楼去了，由着他们小孩子玩，雨辰那2个也送过来了。兄弟几个玩的热闹，叶瑶就喜欢跟他们玩。穆晴忽然问海童：“彤彤，我等会儿就带2个孩子回我娘家一趟，你要不要跟我去我妈家里住上2天？不过我妈还住在农村，没那么好玩。”她怕海童不习惯。海童嗔怪地道：“我都是农村出来的，怎么不习惯？去，你愿意带着我姨甥俩，我就厚着脸皮跟你回娘家。听说你爸妈家里养着很多鸡鸭，是真正的走地鸡，味道不错。他也不是缺那口吃的，就是让穆晴知道他期待就行。”穆晴笑道：“是呀，养了很多，我叫他们不用养那么多，非要养。逢年过节就给我送上10几只过来，每次回去鸡蛋、大米、自家榨的花生油、番薯、芋头，全都往我的车上塞，还抱怨我的车尾箱装不了多少东西，恨不得我开辆货车回去。都说10个女儿9个贼，我都觉得我是个贼了，次次都是那样。他拉一车好东西回去给父母和爷爷奶奶，父母又往他车上塞满车，都是农家特产，他当然不会嫌弃，就是他的婆家人都不会嫌弃。每次他从娘家回来，叔叔婶婶还有姑姑都要围过来瓜分他带回来的农家特产。穆晴知道婆家这边的长辈那样热情的瓜分他带回来的东西，都是给他面子，能嫁入君家3生有幸。海童羡慕地道：“那是你爸妈对你的爱，他爸妈不在了，体会不到那种爱。他没有娘家可回，就算那个家还在，但是父母不在了，他回去也是徒添伤感。与爷爷奶奶的关系虽说和缓了点儿，始终不如穆晴和他爷奶的感情。穆晴回的穆家，他非穆家亲生的，但穆家对他比亲生的还亲。平时回的也都是养父母家里，亲生父母还在国外旅游呢，偶尔才会回来一趟。反正兰家已经交给了兰征，穆晴的亲爸亲妈觉得退休后就要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。老夫妻俩以前因为其他原因错过了20几年的岁月，穆晴的亲妈因为穆晴的失踪，思念女儿过度疯了20几年，直到找回穆晴与之相认，他亲妈才慢慢的恢复正常。我妈也跟我念叨着你，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去我家里，正好今天没那么冷了，咱们带上几个小的回去住上2天，现在的甜得很，咱们回去后烤吃。
海童怀念地道，我都不知道多久没有吃过烤了，是在地里烤的那种，不是用烤箱烤的。那这一次满足你，走吧，去带上那几个小的。要是不带叶瑶兄妹俩回去，我爸妈不开心，还说我不带孩子回去。我回去做什么？有了外孙，就不要女儿典型的隔辈亲。穆晴有时候看到父母那么宠着两个孩子，还会吃吃味呢。没有孩子之前，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心肝宝贝。有了孩子之后，孩子不带上，他连屋门都进不去。爸妈要他回婆家带上孩子再回娘家。若是他说孩子有什么不舒服，不想带出门，爸妈马上就收拾衣物，马上要去亲家家里一趟。好像他们去了亲家家里，两个宝宝就能好似的。好在两个孩子体质不错，很少会不舒服。海童笑道，很多长辈都这样。隔辈亲。两个人边说边下楼去。穆晴对几个孩子说道，龙婷、洋洋，走，咱们去你外婆家里住2天。抱着叶瑶在沙发上玩的叶爱君听到儿媳妇的话，问道，晴晴，你要回娘家？妈，我回娘家住2天，我妈说想孩子了。叶爱君舍不得的在孙子的小脸上亲了亲，说道，瑶瑶要去外婆家了，奶奶也会想你们的。晴晴，要不你也带上妈吧，妈也好久没有和亲家聊天了。事实上两亲家1个星期才见了面，是叶爱君请亲家进城来逛街、做美容、吃饭等。穆妈妈还在女儿家里住了1晚，第2天才有女儿安排司机送回去的，说是不放心家里的叽叽呀呀，否则她都会多住上几天。有时候叶爱君夫妻俩带上老太太，不跟穆晴说，3个老家伙自己开车跑到亲家家里去，在亲家那里住上1个星期，乐不思蜀的。君老太太特别喜欢跟着穆奶奶过家串门的，喜欢听那些农村老太太说些家长里短的，说白了就是聊八卦，说是非。这人呀，八卦心最强。穆晴笑着，妈要不要跟爸说一声？不用，妈去哪里，你爸都不会拦着，顶多就是他会开着车跟过去。那咱们走吧。穆晴抱起了女儿，牵上龙婷，婆婆抱着叶瑶跟上，海童则牵着洋洋。雨辰的2个小家伙呢？穆晴想起了2个侄儿，睡了，保姆带回去了，还是别带上他们俩，那2个太调皮了，去了你妈家里，怕是1刻都安排不下了。他们爸妈又不跟着，万一碰着可不好。在风尘山庄，让叶爱君帮忙照看一下2个侄孙，他很乐意。家里孩子多，热热闹闹的才好。但是出门的话，他是不会带2个侄孙，也不让儿媳妇带他们去，除非宁雨辰夫妻俩有1个人跟着。帮别人带孩子责任太大了。没事还好，若是真出了点什么意外，让孩子受了点伤，都不好向人家爸妈交代。穆晴恩着，有保姆照看着他们就行。就算没有婆婆提醒，穆晴也知道这一点。关系再亲近，在孩子的爸妈没有跟随，她都不敢带着2个调皮鬼出门。一行人坐了好几辆车，浩浩荡荡去了穆晴的娘家。与此同时的江城医院，凤晴总算腾出时间去了医院，看一看被他妈打了1枪的父亲。郑华躺在床上，人还是呆呆的，显得比之前要老了10几岁。其实他也就70来岁，保养得好，看不出他像70几岁的人。现在嘛，看上去都和费先生那样老了。小姐，看到凤晴进来，在医院照顾郑华的佣人恭敬地叫了一声，人跟着退到一旁去，让出位置，让凤晴可以走到病床前。我爸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？凤晴忙着处理母亲的后事，安抚族人，后来又处理杜先生的后事。在父亲进医院后，他的确是今天才第1次过来探望。
父亲在知道母亲走后，听说状态很不好。凤晴听大哥说了一下，他没有放在心上。此刻看到呆呆的父亲，才几天的时间就瘦了一圈，还是很惊讶的。他以为母亲死了，父亲不会伤心，说不定还会很开心呢。母亲会向父亲开枪，凤晴也明白其中意思。母亲当时已经存了必死之心，就是怕死后父亲会在他面前端父亲的架子，给他拖后腿，所以朝父亲开了一枪，想着死也要带走父亲。凤晴在心里叹口气，母亲那样不放心父亲，当年又何苦招惹父亲，招父亲上门？都几十年夫妻了，老了才反目成仇。佣人看着发呆的郑华，轻声答道：郑先生知道家主出事后就是这副样子，要么就是睡。我爸他肯吃东西吗？凤晴轻轻地问着。会吃，但吃的不多，大多时候都是在发呆，有时候也会自言自语，听不清楚他说什么。凤晴默了默后说道：知道了，你先出去，我陪我爸说说话。佣人恭敬地应着，然后退出了病房。病房里只有父女俩了。凤晴拉过一张椅子，在病床前坐下，看着父亲半晌，说道：爸，我妈走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都要接受现实。我妈她犯了太多的错。凤晴没有再说下去，说句大不孝的话，死对于他母亲来说，那是便宜了他母亲。多少人被他母亲害死了。郑华偏头，眼神总算有点光了。他看着女儿好一会儿，他说道：阿晴，爸以为你妈死了，我会很开心的，没想到收到她的死讯。我没有开心，一颗心反而被掏空了。其实我是爱你妈的，不爱她我也不会上门。是我郑家以前落败了，为了郑家的利益，我也的确是有私心才上门，但对你妈也真的有爱。后来你妈管得太严，她太强势了，我身上从来没有超过500块钱的零花钱。你哥哥们小时候，他们的零花钱都比我多，我总是背着你妈，哄着他们给我钱花。我也承认我有点色，看到年轻漂亮的女人，总会心思思的，也想偷偷的跟他们玩一玩。但被你妈抓到一次后，我就不敢了。我会想着出轨，主要是你妈管得太严了，她总是高高在上，凡事都是她说了算。也是，她是家主吗？一家之主，谁都要看她的脸色，又心狠手辣的，手段毒辣得很呢。爸怕呀，有色心都没有色胆，就这样过着日子。郑华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神却特别的亮，回忆着以前的事。那一次出轨，爸也是想到做得很隐蔽，加上你妈不在江城，没想到现在想一想，你妈会提前回来，会抓到我出轨，都是他们在背后推波助澜的，我成了他们要对付你妈的棋子，我还不自知，跟你妈闹，最后落得今天这副样子。郑华说着说着，眼角有泪滑落。阿晴，爸有时候是真的恨极了你妈，恨不得她死，可是她真的死了，我又后悔做了那么多惹她生气的事。要是我一直都像以前那样，我和你妈也不至于老了才反目。我都容忍了她几十年，再多忍上几年10几年怎么了？我为什么不再忍受她的强势？为什么不再包容她的一切呀？早知道我就包容下去，直到我们的生命终结了。那样子至少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夫妻恩爱，不像现在，整个江城的人都知道他夫妻俩感情破裂。凤月就算是死都想带上丈夫陪葬，她出轨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凤月对她应该也是失望吧？不，她对她从来就不抱希望，没有爱意。阿晴，你说你妈爱过我吗？郑华问着凤晴，不等凤晴回答，他又自嘲的笑，她不爱我，从来就不爱我，只是鲜少人愿意上门。我愿意，
而他对费先生爱而不得，又要生个继承人，他才会和我搭伙过日子的。凤晴沉默，他不知道母亲心里有没有过父亲，或许有，或许没有，但有或没有，如今还有什么意思？他母亲已经化作一堆黄土，我用几十年的时间都捂不热他的心。阿晴，爸当男人当得太失败了，但凡他对我有一点爱意，我也不会想出去玩，寻求刺激，出轨。我做那些事报复他的成分很大。凤晴抿了抿唇后说道，我想我妈对爸还是有点在乎的吧，她若是不在乎，也不会和爸生了我兄妹4个。爸出轨时，妈也不会那么生气。郑华像是溺水之人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，叠声问道，是真的吗？你妈对爸是有爱的？很快他又呵呵地笑，笑得满脸都是泪。他哽咽着，阿晴，你不用哄爸了，爸知道的，你妈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爸。她会和我生孩子，那是因为她要有继承人。若是以前不嫁人也能做试管婴儿，她绝对不会和我结婚。我出轨，她生气不是有多在乎我，而是觉得我那样做让她丢脸了。她不容许我的背叛，信不信？若是费先生早早就回来，并且愿意和你妈在一起，你妈早就和他一起了。他会先出轨，不会管我生不生气，在不在乎。他只想到他自己，他主宰太多人的命运，霸道惯了，所以不容许我的背叛。在他的眼里，我不过是陪着他生孩子的工具。他有爱，但他的爱没有给我，给了费先生，给了阿若，最后一点爱给了你，阿晴。凤晴，爸，我妈对我的是母爱，母爱也是爱，她给你3个哥哥的爱就少很多，也是你3个哥哥不争气，没本事。但凡他们能力出众，足够优秀，你妈也会更疼爱他们的。你妈总说是我的种不好，说你3个哥哥跟我姓郑，是我郑家的后代，所以没什么用，说你们凤家的女儿才厉害，也不是所有凤家女都厉害呀。很多凤氏族女不也和普通人一样，只是嫡系一脉的就会特别优秀。凤晴叹口气，爸，我妈都不在了，你也不用再纠结那些事情，都过去了。你好好养伤，养好伤，出院好过年。年后让我大哥带你出去旅游，到处走一走，散散心。郑华自己抬手擦去了脸上的泪水，好一会儿调整好情绪，他问，你妈临终前可有说什么？沉默了片刻，凤晴才答道，我妈叫着我大姨，说了句对不起。郑华很失望，他竟然期待老妻在临死前能想起他吗？他还不够资格呀。他解脱了，这几十年来，我想你妈心里还是有着愧疚的。她和你大姨的感情很好的，若不是爸也不知道她怎么会走到那一步。爸认识她的时候，她已经是凤家的家主。